有缘人，今天我要与你探讨的内容，主要是面向灵性上的小白们的。也就是说，我们都有灵魂，都有守护灵。然而，极大多数人的人生使命都在滚滚红尘之中，不可能一辈子主要的精力全在灵性里，也不会在灵性里面钻研太深。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些方法，一些注意事项，来帮助我们更好地与自己的守护灵维持好关系。总的来说，我们与我们自己的守护灵，包括灵魂，是完全浑然一体，互相链接的。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我们这个我自己，其实就是能被我们现在所感知到的意识，我们称之为显意识。这个是意识心，也就是身为人类角色的我们的这一部分。这个意识心是佛法里讲的前六识，然后意识心之后是潜意识，第七识末内识，然后后面是第八识阿赖耶识。潜意识是我们平时感觉不到，但是真实存在并且影响我们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意识，那是未被显意识所照亮的。我们自己的那一部分，在冥想、内观、梦境，忽然的一瞥之中，我们能感受到那些平时被我们所忽视的，但是又属于我们自己的心灵活动。那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但是是我们现在作为显意识所没有被发现的，未发现的自我。那么灵魂就更陌生了，不是寻常意识状态下所能触及的。我们在灵性体验之中，能对灵魂惊鸿一瞥，因为平时我们认为白天的我们是清醒的，晚上睡着了是在做梦，这是从我们白天的意识角度，也就是我们身为人类的角度来看是如此的。但是从灵魂角度来看，白天的我们是在做梦，作为人类的一生而存在的我们，其实是灵魂做的一个小小的梦。晚上在梦境之中，那个陌生的状态反而更像是本真的我们。总之，我们现在是在显意识里，我们认为这个显意识之中所察觉到的我们自己才是真实的我自己。然而，这只不过是我们身为人类而存在的一部分，是我们真实的我们自己非常渺小的一部分。所以说，尽管守护灵、灵魂以及我们是浑然一体的，紧密地保持连接的，然而作为显意识的我和灵魂的存在有着巨大的差距，以至于我们觉得灵魂像是另一个人，显得非常陌生。灵魂是我们所源于的，将要成为的，但它既陌生又不可思议。我们还必须作为普通人类存在，终其一生探索现实世界，不可能时刻处于灵性状态，只能尽力追求与灵魂的契合。所以，尽管我们同属一个浑然的整体，但作为人类，我们却似乎将自己独立了出来，并被困在了人类的存在中，从而感到守护灵是一个陌生的存在。所以这两部分之间就需要一些伦理去维系双方的关系。那么这样的关系，其实古往今来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讨论，谈及他们的思考。应该这么说，这涉及的其实可以归类于这些话题。
是人与灵的关系，往大了说，人神关系，灵性与世俗的关系，尘世和上界的关系，等等等等。这其实是可以展开为无穷无尽的讨论，但我们这里不展开。总之，我们作为人，人与灵魂一起合作，对一个课题展开探索。灵魂在灵界，这是相对于我们这个世界而这么说的。我们在现实世界，我们负责执行与体验，灵魂负责引导，双方一起配合。这样的关系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相处的关系。你和守护灵之间发生了矛盾，本质上是从更宏大的角度，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和你自己的另一部分互相内耗。因此，这样的关系其实自古以来就有不少讨论和思考。这涉及的实际上可以归类于以下话题：人与灵的关系，广义上的人神关系，灵性与世俗的关系，尘世与上界的关系等等。这些话题可以展开为无穷无尽的讨论，但我们这里不详细展开。总之，作为人类，我们与灵魂一起合作，对一个课题展开探索。灵魂在灵界，这是相对于我们这个世界而这么说的。我们在现实世界，我们负责执行与体验，灵魂负责引导，双方一起配合。这样的关系实际上是我们自己与自己相处的关系。你与守护灵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你自身的一个部分与另一个部分的内耗。这很正常，毕竟我们现在有很多内耗的人，活得很拧巴的人，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就像一台电脑里面， CPU 和显卡都是电脑的一部分，有不同分工又浑然一体。但是显卡的芯片也可以思考，显卡和 CPU 之间就可能意见不合，闹矛盾，本质上都是自己在内耗。那么实际上这样的关系是你自己决定的，你想怎么和自己相处，你想怎么和自己的另一部分相处，这是完全个人化的事物。就像亲密关系一样，夫妻俩怎么样都行，外人插不了嘴。但是作为新手夫妻，刚结婚的人，还是需要过来人的一些经验，一些比较通用的技巧和套路来学习一下。所以这里就存在一些我们与守护灵之间相处的一些被总结出来，经过时间检验的方法。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灵性幼儿园，这里的人在灵性上都是一个宝宝。我们作为现在的这个人类角色，肯定不止存在过一次了，已经活过了很多次。那是因为没有打通这个人物角色的副本，毕竟在末法时代，普遍地心灵进化的程度太让人伤心了，大家一遍遍地在这里卡顿，一遍遍地重复，所以守护灵早已见怪不怪了，对我们那是有着十足的无穷无尽的信心和支持。我们就像曾国藩一样，从屡战屡败到屡败屡战。总之，我们几斤几两守护灵那是非常清楚的。当然了，我们这些宝宝的体质那肯定是比较特殊的，他们基于自身的灵性水平以及所在的文化圈的思维惯性，
非常容易把守护灵当成一个全能的父母或者领导，这就很容易坐等靠要。他们习惯于把所有的事情都转化为人际关系之中的伦理学问题，然后把一切灵性之中的问题以及客观现实里的问题都上纲上线，变成一个道德问题。什么意思呢？他们压根不喜欢也不关心一个事情的原理，不习惯于分清楚主观的态度问题以及客观的现实问题，压根就不想搞清楚这是一个什么事情，该怎么办，然后扩充我们的认知。他们习惯停留在已有的认知里面，把一切问题都转化为道德问题，然后不停地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实际上是一种人格和心智上的幼态，因为只有宝宝才需要不停地纠正自己的态度，需要一个全能的上级来呵斥、打压、引导自己。而且灵性之中有大量的修心内容，需要不停地否定并且重塑自我。宝宝们实际上是连自我认知都没有建立完整，极度依赖于外界的反馈来缓慢地建立自己的认知，对自己的边界也不确定，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能量、智慧、频率去关心客观的外界，无法处理人与外界的关系，无法去理解客观的外界、客观的社会，更谈不上去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看见别人。因为宝宝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形成这个我自己，在这个我自己能够稳定之前，无法顾及外界，所以他们非常期望能有一个全知全能的存在来帮他们解决一切问题，并提供安全的环境。他们缺乏独立性，倾向于逃避责任，这样的一种心理投射也就连带着被带进到灵性之中。这就是宝宝们的特殊体质如此的冥顽不化，导致守护灵也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因为你不变，死活都不变，进化不了。守护灵呢，只能向下兼容，去随顺众生，因为只能这样，顺着你来，才能一步步把你引导出来。因为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你非要这么选，那有何办法？所以我们这儿宝宝们的特殊体质，就把原本是人与灵魂一起合作进行人生探险，给变成了一个在坐等靠要，另一个想尽办法扮演这个全能的父母，并且进行缓慢的引导。宝宝们是没有能力去提升自己的认知，也积累不起足够的能量频率和智慧的，所以只能把一切灵性的实相通通都扭曲成人际关系里的各种概念去进行理解。因为本科率不够高，文化不够普及，那么在这个文化圈的浸染之下，人际关系之中的各种观念是大家最能理解的。这也是有意思，人类首先作为一种动物，生活在牛顿物理学所在的经典时空观之中，但是宝宝们反而对经典力学非常陌生，因为宝宝们首先活在一个文化的、社会的环境之中，如此一来，灵性之中原本人类该去理解的很多知识体系，以及人类该完成的种种功课，因为宝宝体质的特殊性，就不得不丢到了守护灵那里。守护灵被迫承担这些任务，所以导致灵性进化变慢了。
因为宝宝们只能理解为我在灵性里没有反应，是功课做得懒了，自己不上心了，不够虔诚了。这些都是所有的问题统统道德化，统统转化为人际关系去理解的结果。所以说，这个现象确实令人感到困扰。它折射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守护灵对我们是无限耐心的，无限包容的。当然你非要作死他们也没办法，尊重你的自由意志，难以干涉。守护灵是向下兼容的，是随顺我们的水平而进行引导的。我们能理解啥他们就怎么引导，那么你就必须要提升自己的认知，去打开盲区，把先前不懂的给懂了，不会的给会了，这样他们向下兼容的空间就会变大。我希望大家能理解一点，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和我们的灵魂一起合作，去探索我们自己的人生的。也许大多数人在灵性上就是宝宝，一辈子可能都长不大，但是你不可能总让守护灵没完没了地向下兼容你。我们要尽快地成长，然后尽量能够独当一面，成为一个心智成熟的，有着自己独特魅力和人格的成年人。因为灵魂期望你能独立，然后你去探索一个特殊的灵性面向，那代表着灵魂所渴望探索的某种意义。人不可能永远做宝宝，总是让守护灵来带你。最重要的是什么？一般来说，你怎么问守护灵就怎么答。你问问题的方式决定了对方怎么回答你。你这个切入问题的水平、角度，一看就垃圾，就带有私心，那对方要么不回答，要么糊弄你，要么挖坑给你跳。之所以挖坑给你跳，是因为你这个思维方式错误了，你这个地方私心太重了。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反正迟早要栽坑里，那不如早点栽这个坑，故意给你一些错误信息。一般来说，除非是人生历程之中守护灵认为的重大问题，才会给你一些提示。而且给你提示的时候，绝对不会告诉你这是提示，因为我们的人生是闭卷考试，一般都是梦境，一些灵感、直觉，绝对会伪装起来，绝对不会告诉你这是提示，不会的。然而，他们一般不会主动联系你，但是会默默地盯着你。你去主动联系他们，你怎么问他们就怎么答，基本上不会多答，你问啥就答啥。你这个提问题的水平决定了他们回答的水平，这个问题所在的层次决定了他们怎么回答。水平太低就是会被糊弄。那么什么是提问水平太低呢？回到最本质的层面，守护灵是干嘛的？是引导你的，引导你通过心智的成长，提升自己的频率、智慧、能量，然后去理解你所处的这个环境，所面临的问题。当你自己水平高了，你就能看出破绽，然后就能找到办法，就能境随心转，你才有能力去转动现实。从你所处的当下开始，在你的存在之中去输出操作，去落地，去转动这个现实。
你这些问题，心智和灵性成长的越高，你就越接近灵魂，你就与灵性而同在。这些守护灵不是寺庙里面让人跪拜的神佛，不是你可以收买的对象，不是给你开挂的，那是溺爱。而且寺庙里的神佛未必其本意就是要人跪拜，这叫君子反求诸己。君子自强不息，从来就没有要你去外求一个神。守护灵关心这些，所以给你的问题都不会超出你的能力范围，都是要你打怪练级的。守护灵也不在乎结果，不在乎什么客观现实真的无法解决。你要搞清楚这里的客观现实是什么，就是你的人生戏剧里的一些基本设定。这些基本设定都是用来陪你练级的，压根就不存在什么真的无法解决的客观问题。摆在你面前的肯定是能解决的，能找到破绽的，能通过提升灵性之后自己去转动现实的，就是所谓的境随心转。只有打通了这些关卡，那些所追求的结果才会给你的。所以你卡在这些问题之中，问的那些关于未来的问题没什么意义，要么不回答，要么故意挖坑，要么给你画个饼吃。因为人总是喜欢吃饼，因为吃了可以先稳定信心，吃了之后才会安心干活，所以要套路和忽悠才行。时间对于守护灵是幻想，对我们不是。我们要入戏，去沉迷于我们自己的人生，这样才能体验该体验的。而且贪嗔痴慢疑，这些是人类的，人类痴迷太深，也容易把自己的灵魂带沟里，痴迷于欲望而不能自拔，忘却自己的本心了。欲望是人间这个游戏设定的一部分，欲望是可以拿来做戏的，可以拿来好好把玩的。守护灵允许你把玩它，但是过度沉迷那就不好了。关键是这些人类的贪嗔痴以及人类的情感，它确实是低微的，不够完美的，不能兼容的。你的心灵沉迷于这些，那么就丧失了连接灵性的能量、频率和智慧。你沉迷于其中是因为欲望，因为人间的那些设定，因为人的我执。首先，因为你沉迷其中，你的能量、频率、智慧瞬间就掉下去了，那就很难连接到守护灵了。然后你基于这些破事儿去和你的守护灵联系，人家会搭理你吗？不会的，不打死你就不错了。就好比你自己的孩子非要跑过来说，爸爸，我要你给我钱，给我你1个月的工资，我要拿这笔钱去给女主播打赏，我要当榜一大哥，我要把现在的榜一大哥比下去，不然我就装死给你看。你会怎么想？你会不会想打死他？灵魂压根就不在乎这些屁事儿，这些事情都比灵性进化的维度要低很多，而且没什么意义。而且在完成灵性课题的过程之中，这些名利结果作为附属品都会给你。自己去看看寺庙里各种各样的祈愿、祈福，那里面都是什么？人类的欲望，而且很多都是建立在希望自己被灵性宠爱，去打击报复别的个体，
夺取别人的利益之上的。你觉得守护灵会管这些破事儿吗？如果用这种消极的态度来探索宇宙，我只能说人类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确实相当普遍。我只能说，有缘之人，请千万不要如此幼稚，也不要像个无知的新手一样，愚蠢地与自己的守护灵交流。别搁这儿动不动就装死给你们看，吓唬谁呢？所以，请一定要做一个心智成熟、情绪稳定的成年人。看到这里，你也许会问，怎么才能提升自己的觉知，与我们的守护灵建立更深层次的链接呢？不要对生命毫无觉知，就像动物一般吃、喝和睡，去关照每一个感受，拥有高度的觉知。当你了解你的身体，你将感知那有别于你身体的灵性，过完整的生活，过富有心灵性的生活，这是我们真实的意愿。每一天都可以把它们运用起来，无论是在家庭关系还是在工作中，您会感受到不一样的喜悦和放松。01信心，探索心灵深度的道路上，第一步是对自己要有信心。没有信心，生活上就不能有所成就。怀疑和信心是对立的，当你去除了负面的，你将会发现正面的早已在那里。当怀疑不在，信心就在那里。因此，为了获得信心，你必须了解怀疑是什么。当你观察怀疑的本质时，你会发现人们总是怀疑正面的事情，你从不怀疑负面的事情。你可以从自己的经验了解到这一点。你怀疑别人的诚信，却从不去怀疑别人的不诚信。你怀疑人们的优点，而从不怀疑他们的缺点。如果有人对你说我非常爱你，你会回答真的吗？但别人说我恨你，你却从不说你是真的吗？了解你的怀疑总是质疑正面的事物，却对负面的事物拥有信心。因此，当你产生怀疑时，那必然有好的事情出现了。以这样的方式来应对怀疑，提供了你向前迈进的管道。我并不是要你把怀疑丢掉，尽可能的去怀疑，100%的去怀疑，这将有助于你去超越它。一旦你跨越怀疑的障碍，你便能更进一步地向前迈进。02停止责怪他人和自己。下一个步骤是停止责怪他人和停止责怪自己。灵性的旅程是一趟回归本我的旅程。然而当你指责自己时，你将不会朝向本我迈进，也不会被本我所吸引。当你的动向非朝向本我，灵性即会朝向世俗的物质上。从世俗物质得到的快乐会令人疲惫，而从灵性得到的喜悦是令人向上提升。你会发现自己内在负面的特质，但不要因此而责怪自己。当你责怪自己，你就会责怪别人，因为自责无法持续很久，你将找一个理由来逃避而转向责怪他人，这导致怨恨升起。然而当你责怪他人时，也就是准备再次责怪自己。正因今日有如此多的指责，使得全球意识低落。03赞美他人和自己。
第三的法则是，赞美自己也去赞美他人。赞美他人让你跨越对别人的责备，赞美可以激发灵性，而灵性的临在可以提升自己、他人和整个环境。当赞美自己和他人时，你就创造出一个充满喜悦的空间。当你可以赞美自己，你就不需要别人的称赞。然而我们常认为赞美自己是我执，但事实上我执是不会赞美他自己的，他只想要别人的赞美。了解到所有赞美不管来自何方，最终都归向神。例如你说你拥有一对漂亮的眼睛，而那是谁创造的呢？每一个赞美将回归神造物主。赞美的行为会拓展意识，你的内在也因此绽放。责怪则使意识萎缩。既然在灵性的层面是要让意识、心智去拓展，那就不要让它因责怪而遭受挫败。真诚地去赞美别人，并关照自己有何感受。04，真诚。真诚是第4个法则，凡事都要真诚，不要愚弄自己，也不要尝试愚弄他人。你并不是为了别人而走在灵修的道路上。灵性的追求若缺少了真诚，就会是空洞的，不会带来任何利益。唯有真诚，它带来安详、幸福和喜悦，这些都是你无法从世上其他的管道中获得的。05，承担责任。在心灵生活道路上的第5个法则是责任感。走在灵修的道路上，并不是逃避责任，而是去承担责任。你在生活中承担起多少责任，将决定你的修为有多少。假如你逃避上天所赋予你的责任，则将有更多的事将降临。人们错误地认为灵修就是逃避困难的工作，不是的。灵修的成绩是由效率和积极的行动力来打分的。06，放下过去。心灵生活的第6个法则是放下过去的能力，把过去当成一场梦，然后你就能回到当下。你将发现活在当下是不费力的。当你放下过去，你的心智会自己回到当下。当下这一刻，当心灵被激发，即使是小小的火花也会转变成光芒。而当你执迷于过去，火花将被灰烬所覆盖。活在当下，并将过去的灰烬吹走。07，接受。你必须了解如何去创造一个和谐的环境。你也许会认为是环境创造了你，但事实上是你创造了自己的环境。了知为何，然后如实接受。接受可分为2个层面。第一层面，接受当下是不可避免的，该发生的就会发生。假如你要它有所改变，唯有在下一刻才有可能。只有当你如实地接受事情的本貌，并让心平静下来，如此方可有效地改变任何事情。第2个层面，接受别人原本的面貌，无论什么行为表现，都视为是他们在此时此刻最好的呈现，去分析并为他们的行为寻找合理的解释，同时让自己负起完全的责任。如此，接受将转变成动力，环境也变得和谐。08，人终将会有一死，
心灵生活的第8个法则是确认死亡，了解有一天你将死去，因为内在深处有一些东西是不会死亡的，因此我们无法完全理解死亡的全貌。确认死亡会将你带到当下，让你从带你离开当下的细小诱惑中跳脱出来。一旦你了解终有一死，未来就不再纠缠你。09，人生无常。第9个法则是，目前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无常的，周遭的状况、环境、情绪和接触的人都是无常的。了解所有的一切都是无常，将提升灵性的层次，你的行动将更具有能量、热忱和活力。我们以为，当我们承认一切皆是无常之后，将降低我们的热忱，使我们变得漠不关心。不是的，对无常的正确了解会激发灵性。当灵性被激发，你将感到被提升，热忱和活力也就会出现。10，信任终极智慧。去信任那至高无上、无限的创造界的智慧，它以基因、原子和分子有秩序的展现和互动，从这宇宙建构着整个创造界。只因电子以不同的排列组合，有些变成花朵，有些变成石头，有些是黄金，而有些是木炭。在整个创造界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实质，一种蕴藏的智能，一种一体性，它是充满着活力。然而我们却从不把整个宇宙看成是有生命的东西，我们把一切都看成是死的事物。在我们眼里仅有物质实体出现，我们知道在创造界中有一个磁场，但我们经常把它看成是毫无生气的。纯净的意识是心智的根基，你和每一个人都是它的一部分，它是如此有活力的磁场。去了解、接受和信任这个智慧，它创造及维系万事万物。11，你的本性就是爱和安详。当你了解创造界的一体性，你将不再费力去爱别人。爱是你的本性，一切都是爱所组成，除了爱没有别的了。去了解爱不是你所做的一个行动，不是你必须实践的道德规范。去了解你是活在爱当中，而每一事物也存活在爱当中。了解安详也是你的本性，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你只要静坐并随它去体会你内在有一个纯净的空间，是如此的巨大和深邃。那内在的空间即是你，当你感觉到它，你即碰触到内在灵性的层面。我来自安详，我正处在安详中，我将回到安详里。安详是我的源头和目标，我是安详，我是空间，我就是爱。这种内在的体认或经验使你成为一位寻道者。了解你的本性就是爱和安详。12，找到平衡。心灵生活的第12个法则是在活动与休息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在享受世界与回归本我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在静默与言语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假如你的生活完全禁语，不说一句话，这未必算是过着灵性的生活。
说话的能力已给予了你，你具足才华和能力，善用它们，并透过静心对意识的自我关照来平衡它们。13. 自我探索。自我探索是下一个心灵生活的法则，从觉知你身体的感受开始，你的皮肤，你衣服底下皮肤的感受，去感觉你的肌肉、神经，接着骨骼。不要对生命毫无觉知，就像动物一般吃、喝和睡，去关照每一个感受，拥有高度的觉知。当你了解你的身体，你将感知那有别于你身体的灵性。若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时常记得按照这13个法则，能够认真却不过分严肃的生活，我相信我们会品尝到平衡所带来的甘甜与喜悦。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链接我的守护灵。愿你的守护灵永远守护着你，指引你走向智慧、平安与成就，迎接属于你的丰盛富足。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